那你为何要留在这里啊？为了你。凭什么呀？就因为我是你盟友？金英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只是盟友吗？你觉得我所做的这一切，仅仅只是因为你是我的盟友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你。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成婚了，我有家了。这是英英，是我的夫人，是我此生唯一的夫人。阿佳，我叫季英英，是您的儿媳。我知道三郎之前吃过很多苦，从今往后，我定让他珍重身体，日日开心。您在天之灵，便放心吧。杨家儿郎5岁后便会拥有自己的院子。但是我每天还是会跑这里来，这是我在外唯一会想念的地方。这是鸟笼吗？是啊，这么大。我阿娘喜欢鸟雀，喜欢看着这些鸟雀在笼子里叽叽喳喳，蹦蹦跳跳。我阿爷便天南海北的搜罗来各样的品种，还给他特制了这样一只大鸟笼，来哄他开心。我阿娘很爱我阿爷，但在杨家规矩的约束下，她变得行事谨慎小心，生怕给我阿爷带来麻烦。渐渐的，便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自我，就像这笼中的鸟儿一样，
被困在了这个院子里。直到我阿娘去世的前一天，她叫我把这笼子打开，把里面的鸟雀全都放了出来。她对我说，要还给他们本该拥有的自由。鸳鸯，我不会像阿姨一样，我想让你继续做自己。我想让你和我相遇、相守，像是一只鸟遇见另一只鸟，像是一阵风邂逅另一阵风，要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肆意、更鲜活。可是你在我心里不是一只鸟，也不是一阵风，是月亮。我这条夜路很长，原本打算自己一个人就走下去，可是不知从何时起，只要我一抬头，就能看到月亮。风霜雨雪，阴晴圆缺，他总是陪着我。他与我说过，要给我托底，从未食言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这剑穗，可是那日我不识抬举婉君夫人那条。是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，是因为那天有光印在你的身上，我才有的灵感。啊，我还记得你说我杨静兰的承诺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。哎，会长，这成亲之后第一次见你，这杨家办事仓促，爷都没闹上洞房。哎，杨老三伤成那样，没留下什么隐疾啊34，你怎么能在未出阁小女子面前说这个？对，他到底行不行啊？你闭嘴！行了，别闹了，我今日来是说正事的。平儿，你把大家都喊过来。好。再跟我笑你，再跟我笑你，别，我气死你！规矩，入袖未干，懂得什么是规矩？什么风把二叔吹来飞花会了？杨家的风。三郎媳妇儿，这飞花会在你的名下不是？你又加入了杨家，那么从今日开始，飞花会就并入杨家了。飞花会是众家共同建立的，杨家怎么能把其他家也划进来呢？众家，行，听三郎媳妇儿的。那以后众家就跟杨家合营，杨家经营有度，以后呢，杨家占大头，你们众家占小头，就这么定了啊？凭什么？因为季茵茵是你们的会长，凭她嫁入了杨家，那杨家的规矩就得比飞花会大，懂吗？
二叔真的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呀。但是现在飞花会与我无关。新会长，您与他聊。二爷，我这样做，是希望飞花会能走得更远。我如今是杨家的儿媳，若还继续担任飞花会会长，那飞花会必定会成为杨家的一部分。那到时候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全得按照杨家的规矩来，这样便会大大限制了飞花会的发展。所以为长远计，我必须卸任会长。爷爷的顾虑是对的，就如同今日，你们也不想飞花会日后处处受到杨家人的辖制吧？好，便是你不在了，这飞花会，爷爷该罩着还罩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，就是要选出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什么？会长？那这新会长必定也得是个才华横溢且能服众的人才行。哎呀，不光才华横溢，更要有担当，最好是出自书香门第，风流倜傥之人。那个各位如果信任爷的话，这会长之职啊，照你的意思，这个新会长也必须得姓桑才行，对吧？这样啊，我们飞花会什么事情都摆在明面上，向来开诚布公。想要担任会长一职的，我们举手表决，请举手。来，举手。好，同意我阿兄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同意陈三郎担任会长的，请举手。目前陈三郎的票数最高，所以由陈三郎来担任我们飞花会的新会长。我阿兄和平儿平票，那就由他们俩来担任副会长。新会长的决策，副会长若是不赞同，那这个决策便无效。三郎媳妇儿，你这就不妥当了吧？你都已经嫁入我们杨府了，那你的产业该怎么处置，得杨府说了算。你这不妥当吧？夫人没与我说过这些，三郎也未与我说过。怎么倒是二叔来教我这些规矩？难道杨家的规矩是二叔说了算？你少拿夫人压我！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在外人面前，我是长辈，你跟我顶，你伤的是杨家的脸面，那事儿可大了。冒昧的打断一下啊，杨二爷的来意可是在于我们飞花会的归属之事。对，你算是一个懂事儿的。啊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和我们家三郎媳妇的关系很好，你们若是不想看着他以后在杨府被欺负，趁早归顺喽。啊，我当然了，在生意上呢，我对大家都是多有恩惠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杨二爷真是慷慨啊！我这做了新会长，确实应该做出一点变革啊。那就请杨二爷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吧。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这事儿啊，我一个人说了还不算，还得问一下我的2位副会长啊，还有我们飞花会的成员们，同不同意我的决定啊？同意。怎么来的？快回去！整个益州城都清楚。杨家是杨夫人说了算，您在杨家是什么地位，我不清楚。你不要以为提着杨家就能在这儿横冲直撞的。
阿佳叫我过来，可是因为今日我冲撞了二叔公。今天的事我知道了，不算冲撞。二爷有他自己的过错，叫你来，不是因为二爷的事，那是杨家的脸面。宗亲们对今天的事颇有微词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也知道你有才华，但对益州有贡献，可不等于对杨家有贡献。阿佳，英英也想有功于杨家，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如今英英已不是飞花会会长了，若是想为杨家尽力，不知还有何途径，还望阿佳指点。三郎名下有几间铺子，因为他常年不在，一直由家族代为照看。你若是有闲暇，不妨接手打理，你可愿意？英英愿意，多谢阿佳。那好，那我就着手安排人交接。茵茵，在杨家做生意，不同外面，不仅要懂生意，还要懂规矩和人情。茵茵明白。好你个季英英，你敢不给我脸面啊？你给我等着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侄子是大唐在册的官员，尔等却不可自误。还是手下不会办事了。唐突了，杨二爷，来，请坐。我认识，你不是那个番商白胜？你干嘛要绑架我？其实，在白某看来，白某倒是觉得杨二爷要比杨老爷更加有才识。只可惜，现如今杨二爷在杨家，不但不能掌事，反而还要听杨石氏这个女人的吩咐。现如今又来了一个季英英，杨二爷，你在杨家就更没有地位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我想把杨家家主之位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家主之位送给我？你少在这胡吹大气了！你以为家主之位是什么？家主之位是你们家后院的那些盆栽盆景一样，你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呀。一场合作罢了。既然你已经来了，不妨听听看。绝不！我杨家事说到底是我们杨家人自己的事情，我绝不与虎谋皮。你就不担心杨家将来姓季吗？看来杨二爷还是很在乎这次机会的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不着急，来，坐，我们慢慢聊。
你公然进入我赵家，是生怕外人不知道你我二人的关系吗？现如今很多人都知道我白某心醉于蜀锦，在这益州城之中，于家、杨家，我都已经会过面了，唯独你景王赵家，我置之不理，那在外人看来，岂不是会更加生疑呀？说吧，这次找我是为何事啊？既然来找你，自然是有事。杨家在长安的所有商客，都在这本册子上。这是从何而来？等你从长安回来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你要让我去长安？去长安，拉拢所有的商客，让他们从今往后指定赵家经营，毁了杨家的生意，让杨家乱起来，那季英英自然就没有藏身之所了。可杨家经营多年，根深蒂固，岂是说扳倒就能扳倒的？那就要看你赵二郎君的本事了。我要你出钱，购一批当下最时兴的杨家锦，送往长安。说来听听，你要多少啊？至少50匹。好，50匹。赵二郎君可知道这50匹锦它值多少钱呢？应该够白某买一个长史的官职了吧？不过白某很好奇啊，若是我把这笔巨款给了你，你能给我什么回报啊？搬到杨家，我会借势收购，到时候将整个杨家拱手相让于你，够吗？赵二郎君，这笔账他不是这么算的。我给你季英英，你给我杨家，这是一桩生意；而那50匹锦是另一桩生意。不过好在，你身上确实有我想要的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赵家花本。花本是锦户立足之本，我将它给予你。我干脆把整个赵家拱手相让给你好了。赵二郎君，你在乎过赵家吗？别说赵家了，整个益州城的景业你都没有在乎过，你唯一在乎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季英英，难道不是吗？飞花会、赵家、杨家、于家，你图的是整个益州锦业啊！你到底是何人啊？我是知你所求，且能帮你的人。你行吗？夫人，我不行。见过三郎君、三少夫人。鄙人姓孙，是三郎君名下2家店铺的掌柜。三郎君的铺子就在前面，2位随我来。您看，
那家和那家那是大郎君名下的2间锦铺啊，后边那是二郎君名下的绣铺和成衣店。哎，后边那个那是二爷的茶庄，哎呀，绣楼啊，那个是三爷的染料坊。哈哈，哎呀，这条街上杨家的铺子比这牛马都多，像这样街有5、6条。杨家是真富裕啊！哎呀，要不说您嫁了杨家是您的福气呢。哎，是杨家有福气，能娶到我夫人。哦，是，都有福气，都有福气。哦，这就到了，就是这家。孙掌柜，哎，这锦缎为何都摆放在外面？三郎君、三少夫人，是鄙人经营不善，能力有限，这店面面积太小，只得在外面铺陈一些，还望二位见谅。夫人请。孙掌柜，哎，麻烦你把账本给我看看。是，您稍等。制工是不错，但就是样式太过时了。夫人是打算在这里大展拳脚呢，还是随我一同回去讨个说法？你看，杨家的生意做得那么大，却偏偏给我夫人一间这样的破铺子。况且杨夫人早就知道我会随你一同前来，想必他们已经做好了我们会闹的准备。容我再想想。哎呀，刘老婆，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们这锦啊，刘伯，卖。你就看在咱们都为杨家做事的份上，先卖我吧。怎么回事？三郎君，三少夫人，这是我府上的职工刘伯，下个月他女儿出嫁，想买块锦做雀扇，但，哎呀，刘伯，不是我刁难你，这实在是零买不得呀。我知道，我都跑了1天了，所有的商铺都不肯做我这芝麻大的生意，我也想多买，可我买不起呀。哎呀，惭愧呀！至今多年，女儿出嫁，我这个做阿姨的，连一面出锦雀扇我都买不起。去给刘伯挑一份合适的钱。哎，三郎君，这个使不得，我哪能要您的东西呢？快去！我哪敢收您的钱？我去拿便是。刘伯，杨家庶子不得入锦啊！那年我好奇偏要去看，是你把我给藏起来的，你忘了？这本不值一提的事儿，三郎君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刘伯，这是三郎君和少夫人的一片好心，你就收下吧。多谢。使不得。祝郎君和夫人早生贵子，福寿延绵。踹死你！好了，哎呦，不让你们许私，定是花想荣自作主张。花掌柜若是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拦着你们的。他想孤立的只有我。哎呀，乌龟炖王八都憋着一肚子坏水呢。那女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就是想借着这个事儿压我们的价格。她要不压的话，我陈豆给你倒着写。三郎，去火的，吃点吧。我不吃。哎，大郎，你那盒子里都是药啊？对啊。你们别看我长得壮实啊。我的意思是，其实我从小身体就不好。我阿娘说了，药一定要常备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瓶是舒心活血的，这一瓶是护肝养胃的，这一瓶是安神养胎的。养胎啊？那你阿娘对你要求好高哦。
不是，药不分男女，都是有用的，你们都吃点。我要养它还得抓谁？三郎吃点药吧。哎呀，我吃什么吃啊？我想吃他的脑壳，我想啃他一个金光灿烂，啃他一个四脚朝天，啃他一个七荤八素。此事是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大家。哎呀，你这说的又是什么话呀？那每一次都是你拖着花想容，咱也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啊。哦，便是再有一次，咱也不能看着你们受欺负。就是。各位儿郎如此有血性，可敢一搏？怎么搏？你们知道花家为什么敢这么欺负我们吗？哎，因为我们是小染坊噻，势单力薄。花家又是城里边最大的染户，他吃肉，我们就只能跟他喝点汤。你说我们哪一个不需要靠花家牙缝里露出了一丁点订单过活哎？那花家为什么又要将订单分于我们呢？因为我们的工价便宜啊，比他自己在招工扩大染坊那要划算多了，而且他已经习惯压我们的价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看啊，花家的靛青丝多半是朱小娘家染的，她在我家常订的是各种绿丝和蓝丝，而分于你陈家的订单多是石样锦和凝叶紫，你家是红蜘蛛，你家是松花与沧浪。我们各家染坊虽小，但是各有特色，许多颜色比花家染坊染的都好，只是我们的丝都是经花家出手，外面的人只知道花家染坊，不知道我们这些小染户罢了。所以呢？所以，如果我们各家联合在一起，那就等于是一个大染坊呀。那我们就可以有接大订单的资金和人手。日后我们再把名声打出去，那我们就不愁接不着订单了。有了订单，我们就有了底气；有了底气，我们还怕没地方洗丝吗？不是你这话说的容易啊，打出名气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。就是。那些大染户哪家背后没有人啊？就是，你就说咱们无权无势，怎么跟人家斗？就是，而且我们站起来了也会被打趴下的。就是啊！哎呀，事在人为嘛，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成啊？哎，风筝，哪个傻子现在还有心情放风筝啊？各位，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先想一想，想通了我们再从长计议。陈三哥，我的丝麻烦您帮我看一下，我去看看哪个傻子在放风筝。哎，傻子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他怎么就爱跟傻子玩哦？就是，你才傻子呢！哎。张二哥哥，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啊？你的景治都如何了？别以为给我点甜的便能糊弄。你跟14郎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拿了药，这么看下来，你也没受伤啊。我就说嘛，那你跟别人冲突，一般受伤的都是别人才对。谁说我没受伤？伤在里头，你得凑近了瞧瞧。哪里啊？我就知道你骗我，那染料的味道我都闻见了。不是说怕红色吗？怎么还往脸上抹呀？我只是怕流动的红，像血水一样涌动的红，不是什么红都怕的。好了，说正事儿吧。我呀，打听了一下桑14郎，他的姐姐是宫中正得宠的妃子，他的阿耶暂代警官一职，其他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唯有他不学无术，游手好闲。那他平日里都好做些什么？他干什么都学艺不精，但我有一样，很是强项。什么？叶子牌。叶子牌？
连生的都给人往上端呐！掌柜的，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老子非得怎样？老板娘是吧？玉玲珑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给你换盘熟的。今天必须得给我个说法，至少得赔钱吧？嘿嘿，对，不赔钱也行，至少你得陪我喝一杯吧？啊？可以。你敢住我这儿，为何将月不还？酒色同香，酒客月落，家不还，概不赊账，当月不还，家难还。能吃就吃，不吃就滚！你们这是黑店，你给我们吃这些臭鱼烂虾，要吃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到衙门告你去吧！昔日王相出任西川节度使时，曾于酒馆用饭，亲口大赞这愉快。花落金缕明玉镜，不逊风月过江南。王相大家称赞的，客官却不屑一顾，说这不是人吃的东西。如此诋毁王相，也不知道到了衙门，那板子会先打谁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若是你，便乖乖把钱付了，赶紧跑回家躲起来，等这事儿大家都忘了再说。我再也不来了！我再也不来了！打扰各位雅兴，今日一应酒品，通通9折。谢于掌柜，谢于掌柜。来，我们来酒。来了。这王相什么时候夸过我这儿的愉快啊？我瞎说的，反正他们平日里也见不着王相，就算是见到了，他们也只会问功名，谁会问这等小事？找有事儿。你听说我跟桑14郎的事儿了吗？英名远播，既享娘子不畏强权，勇斗恶霸国舅爷。想不想一起英名远播？地盘借我2天，再借我点钱呗。借钱？你看我这店冷清的，一天到晚没几个客人，我哪有什么闲借你？你就先借我，我保你接下来店里坐满客人，日进斗金。你是有法子对付花家，还是对付桑14郎？借力打力，谁还不会哎呀，承让啊！鲁王高进，自愧不如。承让。还有谁要一起玩的吗？是你，你就是赌王啊！来，跟爷赌一把。哎，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你可知我为何要赌钱？为何？因为我在浣花溪得罪了国舅爷，花家怕被牵连，不让我去洗边洗丝。我们家染房都快揭不开锅了，我只能靠此赚钱养家。这爷哪知道？算了，爷这脾气发了也就算了，这没想到他们花家借着爷的名气为难你。哎呀，回头再说，咱先赌一把。不赌。你。行，你跟爷赌一把，无论输赢，爷都告诉花家不跟你办见识了。当真？爷说话算数。来。
赌大小，不限轮次，每局20文，直到把对方桌上的钱赢光为止。依你。7万贯。8万。哇！哎呀！哎呀！金娘子牌技果然了得，10次便能赢8次，的确了得。想赢便赢，想输便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吃点东西再喝，免得伤身。看你这衣裳，不靠杨家也没挨饿。多年未归，没想到第一个认出我的人，竟是阿姐。一日3餐，一日千里，走马江湖，自在快活。来，阿姐，有劳阿姐挂念。阿姐的酒还是这么好喝。少叫我阿姐，显老。行。晦气，歇会儿。国舅爷，我都认输了，你就让我回家吧。那不行，爷还没玩够呢。来，再战300回合。兔崽子！这个兔崽子！老子刚回来，你就跟我惹事！你还抢夺别人财政走钱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给我下来！我不下，我下去你肯定打我！哎！桑长史，您误会了，我与国舅爷在这儿不是为了赌博，是为了吸引人潮，好做生意。什么生意？啊，什么生意？快给我阿爷说说什么生意？本来也没想现在拿出来的，既然您问了，蒋六郎君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哎，您看，这是我们染丝会做的叶子牌荷包。叶子牌做荷包，闻所未闻。这可是在雷祖娘娘面前祈福过的，都是有寓意的。您看，万贯，它指的是家财万贯，恭贺商户日进斗金的。这个是锁子，说的是上下求索，寓意读书人早日登科。您看这个文钱是文思极勇，前途无量的意思啊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10万，这可是14郎点名了要先送给您的。送给我？啊，是阿爷，阿爷，这是送您的，我给您带上。这10万便是万10，谐音万无一失，是祝您身体健康、长命百岁，是14郎的一片孝心。这小玩意儿瞧着不错呀，小娘子，什么时候开始卖呀？若是大家喜欢，我们染丝会那就尽快的把它做出来，好吗？程三郎君、蒋六郎君、盛大郎君。对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染丝会。哎呦，您出门这几日，国舅爷体恤我们西边人家疾苦，团结我们成立了染丝会。这叶子牌荷包就是我们的第一笔生意。国舅爷是我们的名誉会长，我们在这儿玩叶子牌，也真的不是为了赌博，就是为了想要把这个名声打出去。你当真
是得干正事儿。是这阿姨，这回您真误会我了。桑长史，您真误会我们会长了。啊，会长为了我们殚精竭虑哦。误会了。有点意思。别欺负人，也别让人给欺负了。阿姨慢走，慢走。哎，诸位客官，若是喜欢我们冉思慧做的这个叶子牌荷包，现在便可以下订单，前50人半价。桑长史身上那款工艺复杂，可能现在没有这么多，只有30只，先到先得。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想要的话到我这儿来签单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在厉我爷呀？是啊，是啊。我们本来就在这儿卖荷包的，谁知道你会来，更没料到你阿爷会来呀。那你过几日你可以跟你阿爷说，你不想做这个名誉会长了，那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了。那不行，这官儿爷当上了还能还给你怎样？可是做我们的名誉会长是要帮我们做事的。爷不能做事吗？那试试吧。作为名誉会长，可有我的好处啊？嘿呀，杨老三，当然有，来，我给你找，来。我想与季娘子赌上一场，谁若输了，便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好啊。哎，十四，你是什么会长来着？名誉会长。难怪没人听你的，徒有其名，没有实权。该不会他从一开始就是在诓你吧？你看啊，你阿耶为何来得这么巧？这么巧，他们就是今日赌。我与你赌。季娘子，不如我们换一种玩法，一人3张，一起赌，这样快些。行。季娘子，请吧。哇！这不小了。输定了，杨老三这一锁，怎么比得过人2万块？行啊！季娘子，我这牌可有问题？杨三郎君技高一筹啊，我认输。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吧。我想到季娘子家中好好拜访。你怎么老是想去我家？这件事情能如此顺利，还多亏了你们。我们？哎，听说没有？那不对呀，益州点6只。来了个新的叶子牌赌王，百战百胜，从来没有败过，打遍益州无敌手的国舅爷。我看跟他一比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那肯定的呀！现在，立刻，马上带我去见他。桑长史，国舅爷非逼着人跟他赌钱，不尽兴就不能离席，您可得主持公道呀！我去看看。做叶子牌荷包啊，我婉婉还有好几个人，我们熬了好几天才赶出来的。哦，用桑十四最喜欢的叶子牌，把他骗过来与你赌钱，再把桑长史引过来关帮教子，让桑十四不得不被咱们按到头当了那个会长，环环相扣啊！厉害啊，高明。只有一点不明白，你真的是赌神吗？拔锁子。
嚯，5万贯，7文钱。哇！其实他们每张牌经过手汗、酒气、茶渍的磨损，在颜色上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。我就是靠变色记住牌的。行吧。哎，那接下来咱们做什么呀？那自然是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喽。这个月只是灯油钱就这么多啊？这可不行。省着点用，早点把钱还上，这样英英也不用那么累了。吓死我了！又想偷溜出去？你真要见那上回啊？阿兄，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一个时机。这次桑十四的事是我闯祸在先，但是是危机也是机会啊。我如何不晓得这次得罪了花掌柜，日后他必会报复。但即便我们不惹他，他就不算计我们了吗？都说花家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我不晓得他们背后的人是谁，我也不晓得他们有何图谋。但是做生意就像赌叶子牌，你若猜不到对方的底牌是什么，那只能让自己的底牌变得更强。所以，阿兄，求求了。谢谢阿兄。这几日你多囤一些染料和丝线，除了花家以外的订单，哪怕赚的少一些、量少一些，也尽量接下来。又要干什么呀？以防万一而已。我跟陈三郎他们已经说了，但是平儿家里最近怕是不愿意让我跟他来往，劳烦阿兄跑一趟。囤染料倒无妨，可花掌柜霸占着浣花溪，本就无处染丝。阿兄信我，很快咱们就有地方洗丝了。季莹莹，阿娘。哎，岂有此理！竟敢抢占地盘，不让咱们染丝会洗丝。那是之前，这不是您来了吗？我看他们谁敢。放心，只要有爷在，爷罩着你们，看哪个敢找的麻烦。自然自然。来了，金人他们过来了。从今天起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我们都要在这儿洗丝。你这个吃软饭的老总赘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给你婆娘洗脚去啊！嘿，你们这帮死小子，反了你们了！我阿爷说了，要多动脑子，少动手，要学会以理服人。今天主打一个以和为贵，以理服人。都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哎，等等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咱们从今儿个起是国舅爷罩着的，你动一下我们试试。我告诉你，在西上，我是这个国舅爷就是个屁，还国舅爷，给我打！你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咱还以理服人吗？敢骂国舅爷？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国舅爷啊！
在西边都要闹事儿，都不住手！你给人看看坏没坏？都出血了，都出血了！出血了！华小荣，你好大胆子！你给当朝国舅爷都打出血了，你好大胆子你！国舅爷，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要不然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。他不仅打你，他还骂你。你闭嘴！骂你了！你闭嘴！我想起来了，你骂我是个屁！我告诉你，哦，他还骂你是坨屎！你还骂我是个屎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闭嘴！阿姨，你给我闭嘴！不是他打出血了都！跪下！我叫你跪下！还嫌不够丢人是吧？啊！你跟我过来。是。您是知道的，只有在浣花溪洗出来的丝织成的蜀锦，才能色泽艳丽，历久弥新，才是真正的蜀锦。多年以来，各大染户强行占地，向来民不举，官不究。如今西边的事儿被国舅爷挑了起来，这日后怕是被有心之人利用。娘娘在宫中正蒙圣宠。那些嫉妒之人，若是在宫中找不着法子，定会从宫外下手。若圣上听闻娘娘的家人因为娘娘得宠而嚣张跋扈、寻衅滋事，那会如何看待娘娘？有心之人，不就在老夫面前吗？莺莺确有所图，但是正途。您可知是谁把国舅爷引到西边纵马的？看来您是知道了。你有何不同？我能教14郎君改邪归正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儿郎。就凭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想来我季家如今是何光景，莺莺是何为人，长史上次一见之后，想必已经调查清楚了吧？浣花溪辣娘子，本官就是看在你还有几分担当。说吧，你想怎样？这事儿是因为在浣花溪抢地盘引起的，牵扯蜀锦便格外敏感。可若这浣花溪本就属于大家，不允占地，那14郎君只不过就是去西边玩，打了个架罢了。你是说，只求长史能立新规，道明浣花溪各家共用，不允占地洗丝。你觉得我立了，他们便会听吗？哪家在西边染丝占地的大户背后没有人呢？您立了是您的态度，他们不听是他们藐视律法。我立了，就代表你背后也有人了，他们至少可以不再敢赶你，对吧？我相信啊，只要你努力，一定可以让季家重回当年荣耀。这是我自己绣的，送给你。怎么，你不要？你嫌我绣的丑？我表现的这么明显吗？赵修元，给我，不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做不到腰缠万贯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送你这个吗？因为你不缺文钱。你本就文思泉涌，前途无量。你也不缺锁子，不缺10万，因为你本就上下求索，万无一失。钱是没有了，送你幅画吧。
画中无朋，可云层翻涌，分明让人感受到鹏飞9天之姿。画中女子独立船头，以窈窕中自成风流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只是这个女子的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原来赵二郎君也会说这些奉承话呀！我们将这画织成锦吧。这云、水、船，还有这女子，若是认真的话，不难织出，只是很难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呢。若是用5重梭呢，增加更多的混色，黑白丝搭配树木不同，便可交织出深浅不一的灰色，可以用作云霞和水浪的阴影。阴影不错，但是若只有黑白的话，会显得整幅画死气沉沉。用平稳和斜稳交替织，这样才有可能织出大自然的流动之感。用主色树木增减来过渡色彩流动，用平斜断为基础，织出凹凸之感，再用不同的色彩凸显明暗变化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的有可能织出整幅画的浩瀚之感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挑丝配色，我绣出来先试试。哎，你不是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吗？那件事现在便只剩等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很重要的事啊。来啦！夫人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丢了花家的脸。可我原本就想借那个顽固的手教训一下季家，可没想到最后被季茵茵得了便宜。过来。坐下。夫人，我知道这回我大意了，所以大家打输了。下回我一定给他们好看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别自己动手。就你这身板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。轻点，夫人。夫人，别生气了，我一定听你的。一会儿去给我备车，我要出去一趟。夫人是要去见主人吗？现在还用不着主人自己出手，随便弄出些动静来，让桑长史冷静冷静。看季娘子这脸色，是不欢迎杨某在此。不过可惜了，愿赌服输，你该不会要食言吧？自然不会。杨郎君，那边请。借过！你跑哪儿？杨某读书少，但也知道这邪路是不通正常的。您有所不知，我季家的规矩是越尊贵的客人越要在僻静处招待。郭奎，你可不许咬它哦，小心哦，它有毒。你叫郭奎？果然，狗也怕恶人。英英，阿兄，这位是
在下杨三郎，是季娘子尊贵的客人。萍水相逢。阿兄，阿娘在家吗？我一直在屋内支机，不怎么去过前了。不过按照往日而言，阿娘此刻应该是出去采买。哦，太好了。阿兄，给这杨三郎君倒碗水吧，他就喜欢喝咱们家的水。哦，好。哎，不急不急，杨某此番前来，并非是要讨水喝，而是为了拜访一位故人。故人？哪位故人？杨某记得季国父当年斗锦夺魁，以一幅蜀红锦博得满场喝彩，我也被其风姿折服。数年过去，辗转反侧，仍是难以忘怀。可谁能想到呢？如今却早已是物是人非。杨三郎君不只是为了来叙旧的吧？季兄跟着季国父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定是得了几分真传吧。不怕杨三郎君见笑，季某与冉丝一道天分平平，不如我们家英英。家里的丝大都是英英染。这染好的丝，就都晾在这儿了。还有一些晾在前院。阿兄，你还是去倒水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不忙。杨某是头一回到锦户来拜访，季娘子不妨带我到处转转，也好好好欣赏一番。我家世简陋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。家世虽简，但也别有一番趣味。